阿森纳的温格时代，咱们纪录片已经做到第2集。那么今天我也开一个系列，就是名帅传奇啊，把过去做的关于主教练，包括今天的温格都放在里面，欢迎大家点击观看。还是那句话，喜欢这个系列，希望您多点赞、多热推、多推广。感谢您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温格执掌阿森纳的第2个阶段，1998年到2001年，这3年经常被简单的概括成连续3个赛季没有冠军，但它实际上是温格在整个阿森纳生涯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换代期，阵容实现了换代，打造了第2代强队。1998年，阿森纳还是依靠着老希曼、亚当斯、迪克逊、温特伯恩、佩蒂和奥维马斯这第1代的冠军阵容，但到了2001年，亨利、皮雷、永贝里、阿什利科尔、劳伦还有维尔托德已经进入主力框架。2001年夏天加入了索尔坎贝尔后，第2代冠军队便基本完成。所以这第2阶段并不是第1代强队突然就崩溃，也不是第2代强队立刻就形成，而是2支球队在3年内逐步完成交接。98到99赛季联赛获得第2，落后曼联1分，但足总杯4强阵容上的变化，阿内尔卡成为主力，永贝里和卡努加入了。99到2000年联赛依然第2，落后曼联长达18分，但在欧洲联盟杯获得亚军。阵容方面，阿内尔卡离开，亨利加盟。2000年到2001年联赛依然是第2，落后曼联队10分，但足总杯拿到亚军，欧冠进入8强。这时候佩蒂和奥维马斯离开，皮雷、维尔托德、劳伦进入球队。在这3年里，过去格拉汉姆时代的功勋老臣已经逐步淡出了主力阵容。温格通过他精准的转会运作，完成了在中前场全面的换血，终于形成了以英格兰和法国混合班底迭代了之后，以亨利、皮雷、维埃拉为核心的第2代技术流的强队。所以这3年尽管连续3个赛季在英超都是亚军，始终被巅峰期的曼联所压制，而且杯赛也多次闯入决赛，却铩羽而归。看起来好像没有冠军，但实际上完成了球队骨架方面彻底的重构。这也为01到02赛季再度拿到双冠王乃至到03、04赛季的不败神话埋下了全部的伏笔。所以在1998年夺得双冠王以后，温格的阿森纳并不是顺风顺水的大王朝，当时的曼联确实太强，3冠王时期对阿森纳实现了极致的压制。而温格最大的难题不是战术，而是阵容的流失和资金的限制。98到99赛季，年轻的前锋尼古拉·阿内尔卡不可一世，已经展现出顶级的天赋，但却闹出转会风波，执意要前往皇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温格以2230万英镑的高价将阿内尔卡卖给皇马。要知道阿内尔卡买来的时候仅仅50万英镑，于是这笔巨额资金帮助当时的俱乐部建立了世界顶级的伦敦科尔尼训练基地，并且为后续的重磅引援奠定了资金上的基础。但还没有结束，2000年夏天，巴塞罗那又掏出了3000万英镑大笔的现金，打包带走了阿森纳双冠王的功臣马克·奥维马斯和佩蒂特，再加上老迈的伊恩·奈特的离队，还有后防线上亚当斯、迪克逊、温特伯恩等等，确实年龄太大了，各种伤病问题。第1代夺冠阵容的骨干几乎就在1-2年内被抽空。好，接下来第2阶段咱们娓娓道来。98年夏天拿到双冠之后，温格开始主动换代，后防老将5+1希曼、迪克逊、亚当斯、基翁、博尔德、温特伯恩。尽管他们在经验和纪律以及默契度都接近顶级，但大部分主力已经超过30岁。与此同时，大卫·普拉特退役。这里咱们多说一句，普拉特是老 K 当年非常喜欢的球星，所以有必要给新球迷科普一下。他的职业生涯效力过阿斯顿维拉，后来去过小世界杯的意甲，曾经在尤文图斯、桑普多利亚，后来又到了阿森纳。他是英格兰著名的中场球员，有非常出色的进攻意识，技术也全面，而且后插上进球能力非常强。他也曾担任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普拉特出自曼联的青训，但成名是在英格兰第4级别球队克鲁，后来转会到阿斯顿维拉，当选了 PFA 英格兰足球先生。90年代登陆意甲联赛，那时候的意甲联赛比现在的英超在全世界的地位还要高，堪称小世界杯嘛。他先后效力过巴里队、尤文图斯和桑普多利亚，特别是那一支桑普多利亚如日中天。普拉特随尤文图斯拿到了欧洲联盟杯，随桑普多利亚夺得了意大利杯。普拉特去桑普多利亚的时候是93到95年，
正是俱乐部历史上最辉煌的意甲七姐妹黄金时代的尾声。那一支桑普多利亚不仅群星璀璨，而且风格是浪漫奔放的攻势足球，当时风靡了整个欧洲，有许多老球迷都是当年桑普多利亚的球迷。93到94赛季，他们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那时候主教练是瑞典名帅埃里克森。埃里克森后来还当了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这位北欧人给球队注入了非常有北欧纪律性，同时又有拉丁创造力的全攻全守的风格。93到94赛季，桑普多利亚是意甲火力最猛的球队，他的总进球数几乎是当年联赛冠军 AC 米兰的2倍，只是防守端稍逊一筹。那时候普拉特的队友阵容极其奢华，尤其是中前场汇聚了多位世界级的大师，像边帅古利特当时从 AC 米兰转投而来，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古利特打的是前腰或者9号半，他单赛季攻入了15个联赛进球，是球队的头号射手。然后还有罗伯特·曼奇尼，也就是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帅。曼奇尼是当时桑普多利亚的灵魂，也是领袖。他坐镇的前场有无以伦比的想象力和传球能力，曼奇尼梳理着整个进攻。还有秃鹰隆巴多，光头隆巴多，老 K 最喜欢的。这是个边路球员，在右路的飞翼，看着是光头吧，但他拥有非常恐怖的突破速度和非常恐怖的体能，是意甲历史上最著名的边路尖刀之一呀。另外还有尤戈维奇，这是个全能型的中场，具备极强的远射能力，而且攻守转换瞬间，他的中场调度非常强。尤戈维奇是当年的贝尔格莱德红星是红星青训最杰出的代表，和普罗辛内斯基还有萨维切维奇组成了威震欧洲的黄金一代。1990到91赛季的欧冠冠军就是尤戈维奇帮助红星队拿到的。那一年的丰田杯，也就是洲际杯，每年是由欧洲冠军对南美冠军，尤戈维奇又独中2元，率队3-0完胜了智利的科洛队。当时荷兰有3剑客，南斯拉夫有3个火枪手，那是普罗辛内斯基、萨维切维奇还有潘采夫。所以这一支桑普多利亚的阵容当年极其豪华，后防线还有门神帕留卡，这也是后来意大利国家队的1号门将。1994年美国世界杯，他名震江湖。后防线上还有号称沙皇的维尔乔沃德，这是意大利最传奇的中后卫之一。他的身体素质和速度非常恐怖，所以有超长的职业寿命。马拉多纳曾经形容维尔乔沃德说，他就像个石头人，身上全是肌肉，你以为已经摆脱他了，一回头他居然又追上来了。维尔乔沃德在90年代职业寿命长得令人难以置信，非常高强度的一直踢到41岁才退役。而且那一支桑普多利亚还有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维奇同样出自那一支拿了欧冠奖杯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他也是前南斯拉夫球员，而且最特别的，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任意球水平最高的 Top 3。作为一名后卫，他曾经在一场比赛先后3次用左脚直接任意球破门，拿到帽子戏法。任意球的帽子戏法这种成就在世界顶级联赛也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当年被称作小世界杯的意甲黄金年代，汇聚了像马拉多纳、罗伯特巴乔、皮耶罗、托蒂、皮尔洛，这等等都是任意球大师。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却独占鳌头，他在意甲联赛总共打进28个直接任意球，和后来的皮尔洛并列意甲历史第一。所以那一支桑普多利亚在93到94赛季拿到了意甲的季军，94年意大利杯冠军，94到95赛季打进欧洲优胜者杯4强，半决赛点球大战惜败于阿森纳。那一支绰号水手的桑普多利亚蓝环军团，凭借着他们天马行空的进攻还有优雅的球风，是90年代意甲黄金期最令人心动的最浪漫的符号。好，咱们说回97到98赛季的阿森纳，伊恩奈特98年夏天也离开阿森纳加盟西汉姆联，所以温格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他既不能突然拆掉冠军阵容，也不能等所有的老将一起退役之后再重建。于是他的做法是暂时保留整条老防线，先从锋线和边路开始年轻化。随着奈特的离开，19岁的阿内尔卡成为主力中锋。阿内尔卡和奈特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前锋，奈特更善于在禁区内抢点和捕捉第二落点，阿内尔卡他速度却更快，能够直接攻击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他可以从中路拉向两侧，也更适合博格坎普的直塞和阿森纳的快速反击。温格在战术上实际上是在改变球队的进攻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成熟射手完成终结，变成依靠年轻前锋的速度去拉开空间。
最终阿内尔卡在98到99赛季打进了17个英超进球，各项赛事19个球，当选 PFA 年度最佳年轻球员。98年9月，温格从瑞典的哈姆斯塔德队签下了永贝里。当时大部分英格兰球迷从来没有看过永贝里踢球，但温格已经通过录像和球探的报告迅速完成了这笔转会。永贝里加盟后，代表阿森纳的处子秀就在主场3-0击败了曼联，在比赛中还取得进球。但他刚来的时候并不是固定的主力，右前卫仍然主要属于帕洛尔。可温格已经看中了永贝里的几个特点：第一，他不依赖自己的持球过人；第二，擅长从边路突然插入禁区；第三，永贝里跑动非常积极；第四，他能够前场压迫，也能够回防；第五，永贝里愿意按照博格坎普的传球路线去做无球跑位。这时候的他还只是阿森纳的轮换球员，但他的到来也代表着后来第二代阿森纳最重要的无球进攻模式已经开始出现。所以98到99赛季的阿森纳仍然是以4-4-2为基础，门将希曼，后防线迪克逊、亚当斯、基翁、温特伯恩，中场中路维埃拉搭档佩蒂，右边是帕洛尔，左边奥维马斯，锋线上阿内尔卡顶在前面，博格坎普在他身后。这支球队相比于1年前更年轻更快，但也更加依赖阿内尔卡和博格坎普的配合。他们的中场仍然非常均衡，维埃拉负责对抗、覆盖和向前推进，佩蒂负责保护和长传的转移，帕洛尔保持在右路的平衡，左路的奥维马斯负责速度和纵深突破。战术上，这时候阿森纳并没有明显增加控球，而是变得更加擅长在防守后快速发动反击。于是这一年的38轮英超，他们只丢了17个球，最终取得22胜12平4负，进了59个球，积78分。特别17个丢球也是当时英超时代最低的单赛季丢球的数字，直到后来被04到05赛季穆里尼奥的切尔西打破。切尔西后来只丢了15个球，但现在已经证明防线虽然衰老，但并没有衰退。真正的问题在进攻端，阿森纳有12场平局，而曼联的攻击选择则更多。阿森纳一旦阿内尔卡、奥维马斯或者博格坎普受到限制，经常就只能依靠一球小胜，或者直接被对手逼平。于是东窗1月，1999年初，温格从国际米兰签下尼日利亚年轻的前锋卡努。卡努在此前已经接受过心脏手术，他在国际米兰出场机会很少，但温格看中了他的技术、身高还有处理球的能力。卡努和阿内尔卡则完全不同，阿内尔卡依靠速度攻击后方，卡努则可以背身拿球，能够在人群中控球，可以充当中锋，也可以回撤组织。经常卡努会用不可预测的动作打破僵局。卡努后来为阿森纳出场了198次，打进44个球。这一笔引援也使战术上温格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多种的锋线组合，博格坎普加阿内尔卡，或者博格坎普加卡努，或者阿内尔卡加卡努。在1999年足总杯第5轮，阿森纳对阵谢菲尔德联队，比赛中谢菲联球员受伤，将球踢出了边线。重新开球以后，阿森纳本应该把球还给对方，但卡努当时没有理解英格兰足球中这种惯例，他抢下皮球，直接助攻奥维马斯破门，阿森纳最终2-1取胜。虽然裁判判罚有效，但主教练温格认为这个进球违背体育精神，主动提出要重新比赛。而随后阿森纳在重赛中再次获胜。这个事件极大地提高了温格在英格兰足球中的声誉，他不再只是一个追求成绩的外国教练，而开始被视作有明确的原则、有足球价值观，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主教练。但1999年春天的2场比赛改变了整个赛季。先是足总杯半决赛，阿森纳和曼联第一次交手0-0打平，因此3天后在维拉公园进行重赛。重赛的过程极其戏剧化，大卫贝克汉姆先为曼联进球，随后博格坎普扳平比分，阿内尔卡一度破门，但是却被判越位。这时候曼联罗伊基恩被罚下10打11，常规时间最后阶段，阿森纳获得点球，博格坎普主罚却被舒梅切尔扑出。于是加时赛，基格斯上演了不可思议的一幕，10打11，他却利用维埃拉传球失误拿到球，长途奔袭完成了制胜一球。阿森纳最终1-2出局，吞下了最痛苦的失败。这场比赛后来被认定是曼联3冠王赛季决定性的转折。温格多年以后仍然说，他能够记得当年曼联更衣室在赛后传来的庆祝的声音。而对阿森纳而言，这一场球造成了双重打击。首先，足总杯卫冕失败；第二，
曼联在两队的心理竞争中重新占据了上风。其实，在赛季末期，阿森纳依然掌握着联赛的主动权。1999年5月5日，阿森纳客场3-1击败热刺，佩蒂、阿内尔卡和卡努取得进球。这场胜利让阿森纳在只剩2轮比赛的时候暂时领先曼联3分，但却比曼联多赛一场。接下来，阿森纳客场将面对利兹联，只要取胜，压力将完全转移到曼联这边。阿森纳在比赛中创造了不少机会，温格在下半场先后换上卡巴迪亚瓦拉和卡努，试图加强进攻。比赛尾声，阿森纳发动了一次次围攻，迪亚瓦拉在门前近距离获得绝佳的补射良机，却被利兹联的后卫伍德盖特在门线上硬生生头球解围。随后，迪亚瓦拉又接到队友尼尔森维瓦斯的角球，头球攻门，却被神勇的门将奈吉尔马丁化解。之后，迪亚瓦拉又是个凌空斩，又击中了横梁弹出来，阿森纳始终无法进球。而这里的乔纳森·伍德盖德也是英格兰国脚，04年还曾经以1340万英镑从纽卡转会到豪门皇马，可因为长期养伤，他在加盟皇马17个月后才迎来处子秀。也就在处子秀那场比赛，他先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头球乌龙球，随后又累积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戏剧性拉满。他后来被西班牙媒体称作世纪最差签约之一。但离开皇马后来转投托特纳姆热刺。在08年英格兰联赛杯决赛，他在加时赛用脸撞进去一个制胜球，帮助热刺击败切尔西拿到了冠军，也完成了个人生涯的救赎。伍德盖特过去顶级天赋，但也命运多舛。他给老 K 留下的印象是玻璃人属性，但也在关键时刻有一颗大心脏。好，就在阿森纳对利兹那场比赛第86分钟，利兹联抓住了阿森纳全线压上的一个空隙，发动反击。澳大利亚足球历史上头号球星科维尔在左路送出了精准传中，阿森纳后卫维瓦斯防守失位。这时候哈塞尔巴因克后点高速插上，奋力的跃跃冲顶头球破门，1-0击败了阿森纳。曼联随后和布莱克本战平，因此最后一轮开始前，曼联领先阿森纳1分。阿森纳必须击败阿斯顿维拉，同时要希望热刺能够阻止曼联。最后一轮，阿森纳1-0战胜维拉队，热刺也一度在老特拉福德取得领先，但最终曼联完成2-1的逆转，以79分夺冠，阿森纳78分，只差1分。所以这一个赛季一念之间，阿森纳本来也可能完成联赛加足总杯的双冠王，但连续的功亏一篑，只能眼睁睁看着最大的对手曼联拿到史无前例的3冠王。而打进了关键一球的哈塞尔巴因克也是英超历史上最具冲击力的重炮手之一。他是荷兰国脚，当年的荷兰国家队在前锋线上人才过剩，哈塞尔巴因克在国家队面临着堪称地狱级别的竞争。2000年左右的荷兰队同时拥有多位世界顶级的中锋，有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是当时荷兰队首选主力中锋，年少成名，还有丹尼斯·伯格坎普，阿森纳的传奇冰王子，还有范尼斯特尔努伊，曼联的小禁区之王，还有罗伊马凯，这是拉科鲁尼亚队和拜仁慕尼黑队的超级神射手，他曾经夺得欧洲金靴奖，但在国家队同样经常只能当替补。还有皮埃尔·范霍伊东克，他身高达到1.93米，却拥有世界最顶级的任意球绝技，他可以说是足球历史上任意球最好的大个子，主罚的球总是弧线诡异，下坠极快。尤其在2002年，他代表费耶诺德拿到欧洲联盟杯冠军，在决赛和多场淘汰赛都经常依靠他的直接任意球和点球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哈塞尔巴因克跟这5位大哥竞争，竞争不过呀。不过在英超联赛也建立了自己不世功勋，在英超出场288次，打进过128个球，在利兹联和切尔西达到过个人巅峰，并且还打破了当时切尔西早期的9号魔咒。值得一提是，哈塞尔巴因克早年的经历很波折，甚至只能在业余联赛混，后来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天赋，一步步又成长为世界级中锋。好，那么这个赛季从舰队的角度看，温格也看到了问题，防守已经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好了，进攻却仍然缺乏足够的深度。阿内尔卡虽然进球很多，但他的情绪不稳定，而老麦的防线看上去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却也不能永远作为核心。而他们的对手曼联明显阵容深度更好，能够同时竞争联赛、足总杯和欧冠，所以98到99赛季的阿森纳并不算失败的球队，而是表现已经接近极限，却仍然被曼联压过一头。时间来到1999年夏天，
阿内尔卡在一个赛季内就成为全欧洲最受关注的年轻前锋，但他和英国媒体的关系不好，和俱乐部和部分队友的关系也不稳定。99年夏天，他主动要求离开阿森纳，加盟了皇马。温格失去了球队上赛季头号得分手，但这笔转会也为重建提供了资金。于是他的眼睛瞄向了法国同胞迪埃里·亨利。亨利曾经在温格执教摩纳哥的时候出道，主要踢边锋，而亨利加盟尤文图斯之后，也依旧经常被安排在边路。由于上场机会少，他的状态和信心都受到了影响。但温格却独具慧眼地认为，亨利具备打中锋需要的核心条件，首先有爆发力，又有身高，也有长距离带球能力，还有从左侧切入中路的进攻习惯，而且在开放的空间中射门能力很强。于是亨利加盟阿森纳，迅速被安排到锋线的中央。值得一提的是，阿内尔卡的转会费2350万英镑，温格只用了这笔钱的一半，用1100万英镑就从尤文图斯签下了亨利。而亨利顶替阿内尔卡，这不是简单的位置变化。阿内尔卡过去习惯直接向后卫的身后冲刺，亨利则更喜欢从中锋位置飘向左侧，再带球向中路攻击。这个特点后来直接改变了阿森纳整体的进攻结构。但一切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最困难的。亨利的前12场比赛仅仅打进1球，媒体纷纷质疑说温格看走了眼，甚至将他和阿内尔卡进行各种对比，嘲讽亨利。但温格始终给予他绝对的信任，在训练中针对性地打磨亨利的跑位、终结能力和背身技术，允许他保留自己边路突破的习惯，打造出他回撤型中锋的全新模板。赛季中段，亨利逐渐捅破了窗户纸，后半程19轮比赛打进12个球，各项赛事合计贡献了26个球，进球数甚至超过了上赛季的阿内尔卡。他和博格坎普的锋线组合也渐入佳境，冰王子回撤组织送出直塞，亨利利用速度冲击对方身后，这成为阿森纳锋线标志性的打法。亨利也被评为阿森纳年度最佳球员。于是温格用一个自己希望离开的天才少年阿内尔卡，换来了阿森纳后来整整一个时代的进攻核心亨利。但是这个赛季阿森纳的联赛成绩出现明显的下滑，最终虽然也是英超第2，但落后冠军曼联多达18分。一部分原因是锋线的磨合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球队在欧战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欧冠小组赛排名第3，没能出线，降级参加了欧洲联盟杯。在联盟杯，阿森纳一路淘汰了拉科鲁尼亚、云达不莱梅，队史上首次闯入了欧洲赛事的决赛。2000年5月在哥本哈根的决赛，阿森纳和加拉塔萨雷120分钟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4-1告败，也和联盟杯的冠军擦肩而过。这一年在联赛，他们的防守从17个丢球上升到43个，进球从59个增加到73个，但失败的场次却从4场增加到9场。这说明亨利的到来提升了进攻上限，但第一代阿森纳防守体系已经开始出现年龄、伤病和运动能力大幅度下降的问题。阿森纳已经不再是那一支可以靠防守连续的1球小胜的球队。队长亚当斯的伤病越来越多，状态下滑，而青训出身的阿什里·科尔开始获得出场的机会，逐步挑战老将温特伯恩主力左后卫的位置。但在中场，维埃拉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球队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这一年战术上，博格坎普或者是卡努，然后前面是亨利。博格坎普在继续负责最后一传，如果是卡努，则可以提供背身拿球和控球的能力。亨利呢，从中锋位置不断拉向左侧，这时候奥维马斯仍然踢左前卫，因此左路经常出现2名速度型的攻击手。奥维马斯沿着边路前进，亨利从中间向左侧移动，温特伯恩从后面套边。这种进攻速度很快，但防守平衡方面不如过去，尤其是亨利和奥维马斯同时向前，那左侧身后的空间会非常大。那么在阿森纳客场面对切尔西有一场比赛，当时还剩15分钟，阿森纳仍然0-2落后，卡努随后连续打进3个球，最后一个球是在很小的角度下绕过门将后射入远角，帮助阿森纳3-2逆转。这场比赛体现了这个阶段阿森纳的特点，他们的进攻上限很高，前场的个人能力很强，也能够突然打出极具想象力的进攻，可是比赛的控制力和防守稳定性不足。所以对比曼联在赛季末取得11连胜，最终18分的优势夺冠，这个赛季两支球队之间的竞争已经完全不同。阿森纳第一代冠军阵容已经老化，而第二代阵容还没有完全成熟，只是遗憾的是在欧洲赛事联盟杯距离冠军只差个点球大战。
当时的加拉塔萨雷也拥有像哈吉、波佩斯库、哈坎苏克，这都是经验丰富的球员，比赛强度非常高。这个在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哈吉呢，是罗马尼亚的哈吉，也是足坛历史上罗马尼亚最伟大的巨星，被球迷公认为是喀山的马拉多纳。他曾经效力过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还在1994年世界杯率领罗马尼亚队历史性的杀入8强。除了他之外，摩洛哥国家队还有一个传奇球星，也叫哈吉，还是非洲足球先生。摩洛哥的哈吉活跃在90年代末期，曾经效力于西甲的拉科鲁尼亚，还有英超的考文垂等等。1998年法国世界杯，摩洛哥的哈吉凭借一记极为精彩的晃过防守后的外脚背破门，也名震天下。好，那么这一场联盟杯决赛，加拉塔萨雷在加时赛中，哈吉曾被罚下，可阿森纳没有利用人数优势取得进球。那场决赛还同时出现了2个苏克，加拉塔萨雷的土耳其球员哈坎苏克，还有阿森纳的替补达沃苏克。最后点球大战，达沃苏克罚丢一个，维埃拉的点球打中横梁，加拉塔萨雷则罚进了全部4个点球，最终阿森纳1比4落败。而达沃苏克呢，99到2000赛季短暂的效力过阿森纳1个赛季，虽然各项赛事也打进了11个球，但他来的时候已过了巅峰期。在面对博格坎普、亨利和卡努的竞争，他高开低走。在阿森纳的生涯只是一段短暂而且略带遗憾的过客的经历，没有完全兑现他世界杯金靴的光环。他在联赛只拿到8次首发，大部分时间只能当替补。于是短短1年后，在2000年夏天转会离开，加盟了西汉姆联。那么1年前，阿森纳在99年的足总杯半决赛，因为博格坎普罚丢点球而出局。1年后，欧洲联盟杯决赛又是因为点球大战失败。连续2年，温格的球队都在距离捧杯很近的时候倒下。球迷们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感受，阿森纳已经非常优秀，可是在进入争冠阶段和重要的决赛，总是在关键时刻缺乏把握能力，似乎不如像曼联和其他的欧洲顶级球队。2000年夏天，奥维马斯和佩蒂同时离开阿森纳，加盟巴塞罗那。这次离队比阿内尔卡的离开影响更大，因为这2人分别是第1代冠军队的左路和中场的核心。阿森纳突然就失去了奥维马斯的边路速度，也失去了佩蒂在中场的保护，特别失去了佩蒂和维埃拉之间的默契。97到98双冠王阵容中最重要的2名外援同时离开了，于是温格选择从马赛队签下了罗贝尔·皮雷。皮雷后来解释过，在温格招募他的时候，曾经明确告知奥维马斯和佩蒂已经去了巴塞罗那，希望皮雷可以接替奥维马斯的位置。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左前卫的替代者，但2个人比赛方式完全不同。奥维马斯依靠纯速度，可以沿着边线突破，直接攻击对方后卫身后，反击的威胁更大。而皮雷更喜欢往中路移动，他更擅长短传配合，能够进入禁区内完成射门，他更像是边路的组织者或者边前腰。于是皮雷的到来不是简单的恢复过去的体系，而是迫使温格要重新设计左路的配合。后来著名的阿什里克尔加皮雷加亨利在左路的组合，就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也是无敌之士阿森纳时期最重要的左路三角。另外，温格同时从波尔多队签下了法国国脚维尔托德。老 K 永远都记得90年代的足球俱乐部杂志在介绍维尔托德的时候，称他是可以在刀尖上跳舞的前锋。于是希尔万·维尔托德他来了阿森纳，可以踢中锋，可以踢第2前锋，可以踢右边锋或者左边锋。他不像亨利那样拥有绝对核心的地位，但是他的多功能性使得温格可以根据比赛不同改变锋线的结构。同时温格还引进了喀麦隆国脚劳伦。劳伦加盟的时候主要踢中场，但温格认为他的速度、力量、技术和1对1能力更适合踢右后卫，因此逐渐将他改造成后卫。温格后来曾经回忆，一开始劳伦并不想接受这个位置，但最终成为了第2代阿森纳的主力右后卫，所以温格用他也开始为迪克逊寻找长期的替代者。当时的迪克逊已经36岁了，虽然在2000到01赛季依然出场了30多场比赛，但体能和速度已经没法应对整个赛季的高强度对抗。另外2000年夏天，36岁的功勋左后卫温特伯恩转会西汉姆联，结束了在阿森纳的传奇生涯。当时巴西的左后卫希尔维尼奥本来是温特伯恩的接班人，表现非常好，甚至入选过1999到2000赛季英超 PFA 年度最佳阵容。但2000年秋天希尔维尼奥受伤以后，年仅19岁的阿什利克尔临危受命，
凭借自己惊人的速度、积极的攻防的态度和极高的球商，阿什利·科尔迅速征服了温格，征服了球迷。还有除了受伤以外，希尔维尼奥当年还卷入了欧盟伪造护照的风波，这导致他在01年夏天被转卖到了塞尔塔，这也就彻底确立了阿什利·科尔在阿森纳未来数年不可动摇的主力左后卫的地位。阿什利·科尔出自阿森纳青训，是在2000年5月完成了英超的首秀，所以阿森纳左右2个边后卫的位置都开始完成换代，从迪克逊最后到了劳伦，从温特伯恩最后到了阿什利·科尔。2000到01年这个赛季，阿森纳第2代强队已经能够看见了，但还不完整。这个赛季阿森纳的阵容，门将仍然是大卫·希曼，右后卫迪克逊或者劳伦，中后卫亚当斯和基翁都已经34岁。亚当斯新赛季因为伤病，各项赛事仅出场了20多次，而基翁仍然是出勤率最高的中后卫。除此之外，吉尔斯·格里曼迪这位法国的防守多面手，还有22岁年轻的英格兰中后卫马修·厄普森，还有2000年9月紧急加盟的拉脱维亚中后卫伊戈尔斯·斯特潘诺夫斯，这3人作为主要的轮换和救火队员。2000到01赛季也是阿森纳著名的后防五老走向黄昏的转折点，后防线处在全面更新换代的前夜，中场右边是永贝里，中间是维埃拉和帕洛尔，左边是皮雷，主力锋线仍然是亨利搭档博格坎普，维尔托德和卡努作为轮换，还有法国多面手格里曼迪经常在中场和后卫之间轮换。于是左路新的体系开始成型，亨利、皮雷和阿什利·科尔他们的特点非常互补。亨利名义上是中锋，但喜欢向左拉；皮雷名义上是左前卫，但喜欢向中路走。而阿什利·科尔他利用2人移动留下的外线的空间，可以快速的套边。这3个人的换位形成一种非常难以盯防的结构。亨利拉到左侧总能吸引对方的中后卫，皮雷进入中路或者禁区后，科尔从边线套上，那么博格坎普在中间就能寻找直塞的路线。不过2000到01赛季的皮雷仍然在适应英格兰足球的强度，这套组合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成熟度。2000年10月，阿森纳主场迎战曼联，亨利背对球门的情况下，用脚将球挑起来，随即转身凌空射门，帮助阿森纳1-0取胜。这一场胜利一度让阿森纳在积分上追平了曼联，而且这个进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亨利已经不再只是依靠速度的年轻边锋，他已经开始成为能够以个人的创造力决定强对话的核心人物。但阿森纳没有将这场胜利转化为长期争冠的优势，曼联随后取得8连胜，逐渐拉开了差距。2001年2月，阿森纳客场1-6惨败给曼联，对方的约克在上半场就完成帽子戏法。这场比赛后，曼联领先阿森纳达到16分，一场惨败暴露了好几个问题。首先，老迈的防线在面对快速连续冲击的时候已经非常吃力，另外亚当斯等人不断受到伤病的影响。第三，佩蒂离开以后，中场缺少固定的防守型搭档。第四，维埃拉一个人需要同时负责抢断、推进和组织，明显吃力。第五，新的边路的体系向前投入的太多，防守方面保护不足。最终这一年的曼联提前5轮拿到冠军，阿森纳以70分获得第2名，落后10分。曼联最后的阶段放松下来，3连败才让最终的差距有所缩小。不过尽管在国内联赛仍然难以追赶曼联，可阿森纳在欧冠却取得了温格执教以来最好的成绩，他们打进了8强，对手是连续第2年进入欧冠决赛的瓦伦西亚队。首回合阿森纳在主场2-1获胜，阿亚拉为瓦伦西亚首开纪录，然后亨利扳平，帕洛尔再迅速反超。但次回合瓦伦西亚凭借着卡鲁的进球1-0小胜，总比分2-2，阿森纳因为客场进球的规则出局。这场失败虽然遗憾，但已经说明阿森纳第2代阵容已经能够进入欧冠淘汰赛的水平。但球队在客场控制比赛、处理压力和保护优势方面依然缺乏欧洲顶级球队的成熟度。在足总杯，阿森纳连续淘汰了布莱克本、切尔西和热刺，进入决赛，对手是利物浦队。这场决赛在卡迪夫千禧球场进行，阿森纳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占据优势，亨利多次形成了单刀，而利物浦的球员曾经在门线上完成了解围，阿森纳创造出许多机会。永贝里终于在第72分钟打破僵局，但第83分钟迈克尔·欧文利用禁区内的第2落点扳平，几分钟后又是欧文利用自己的速度从左路突破打进制胜一球，利物浦2-1完成逆转，阿森纳再次拿到亚军。
这场比赛后来经常被阿森纳的球迷形容为一场被抢走的决赛。阿森纳绝不是表现更差的一方，只是把握机会能力不足，还有最后阶段防守上输给了欧文而丢掉了冠军。而当年的迈克尔·欧文也太强了，正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峰。那一年他拿到了金球奖，欧文那无与伦比的爆发力，还有非常冷静的终结能力，以及大场面先生，他甚至比当时最强的维耶里、大罗纳尔多都还要厉害，而且盖过了当年如日中天的皇马巨星劳尔。时至今日，欧文依然是最后一个拿到金球奖的英格兰球员。当时21岁的欧文在反击中几乎不可阻挡，他的前3步启动速度太快。这一次足总杯决赛对阿森纳，他打入的制胜球正是利用纯粹的速度，在瞬间就生吃了阿森纳的亚当斯和迪克逊。而且和普通速度型的前锋不同，欧文在禁区内是极其冷静，非常擅长推射远角。他对阿森纳的第一颗球又充分展现了自己门前捕食的本能，经常能极其准确地预测到混乱的禁区中哪里是第二落点。那一年的欧文火热状态，在国家队9月份在世界杯预选赛率领英格兰队在客场在慕尼黑5-1血洗了宿敌德国队，还上演了震撼世界的帽子戏法。所以遗憾呀，阿森纳又遇到了大魔王，又没有拿到冠军。那么这3年，球迷对温格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98年夏天，先是绝对的信任，因为那时候刚刚拿到双冠，大家都相信温格已经找到了击败曼联的方法。可到了1999年，球队只差1分卫冕，足总杯也是在经典的半决赛中落败，球迷们更多是遗憾，而不是质疑温格。但在2000年，联赛落后曼联18分，联盟杯决赛又是输在点球，阿森纳依然是踢得很精彩，但已经连续2年没有奖杯了，球迷们开始出现焦虑。2001年，在老特拉福德惨败个1-6，欧冠被瓦伦西亚淘汰，足总杯决赛又输给利物浦被逆转，少部分球迷已经开始怀疑阿森纳这支球队究竟是在接近成功呢，还是已经习惯了每次总是差一点。但大部分人已经看到，像亨利、像维埃拉，还有皮雷、永贝里、阿什利科尔，还有劳伦，他们代表着新的未来。所以从冠军数量看，98到2001年这是空白期，可从球队的建设来看，温格完成了最重要的5件决定性的工作。第一，找到了真正长期进攻的核心。在阿内尔卡离开后，将亨利从一个失意的边锋改造成中锋。到了2001年，亨利已经成为球队头号攻击手。第二，完成左右2个边路的升级，奥维马斯逐渐被皮雷取代，帕洛尔在右路的主力位置逐渐由永贝里接手。第三，开始更换2名边后卫，劳伦接替迪克逊，阿什利科尔接替了温特伯恩和希尔维尼奥。第四，将维埃拉提升为真正中场的领袖。在佩蒂离开以后，维埃拉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当选2000到01赛季英超官方最佳球员。第五，温格发现了自己最后一个缺口。到了2001年，在中前场，阿森纳已经足以争冠，最大问题变成中后卫，年龄太大，伤病太多，缺乏速度。所以2001年夏天，温格签下了索尔坎贝尔，完成了建设第2代强队最后关键的步骤。仅仅1年后，温格的第2代阿森纳即将迎来巅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么喜欢这个系列，欢迎您多热推、多分享、多点赞，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评论。感谢您锁定并订阅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